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近期很多朋友留言说自己身体的问题比较多，但是去检查呢又找不出具体的毛病，只是自己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像胃不好睡眠不太好或者是头昏昏沉沉呢，那简直不知道自己要从哪里下手去调理。其实呢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器官的功能会有一些自然的退化。就像是一台机器当中有一些零件老化了，需要我们去给这个零件做一做保养，疏通一下气血。那么今天呢，为大家整理了我们身体的5大长寿穴，适合于大多数的人群。这5个穴位能够照顾到肝脾肾，还能够保养到心脑血管，起到全面调理身体的作用，无病呢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。下面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第一个穴位呢，在我们头顶上，是叫做百会穴。找百会穴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3条线，2个耳朵的耳尖向上，这是2条线。那么我们的鼻尖往上又是1条线，这是3条线。这3条线交汇的地方就是百会穴的位置。找到百会穴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右手的中指顺时针的方向轻轻地揉百会穴3到5分钟，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揉1次就可以了。百会穴是我们人体头部的调控中心，那这个穴位是我们全身百脉的交汇处，所以叫做百会。经常按摩百会穴呢，它可以调节我们心脑血管的系统功能，而且呢还可以防治这个高血压、失眠等等问题。按揉百会穴力度不用过大，我们自己感觉到微微的胀痛，但是又很舒适就可以了。第2个穴位是神阙穴。神阙穴的位置非常的好找好记，它位于我们肚脐的正中央。通常呢，我们认为肚脐就是神阙穴。在按揉神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1只手的中指的指尖放在肚脐上。那大家在自己按揉的时候是可以不隔衣服，直接把手放在皮肤上的。按揉肚脐，我们轻轻的顺时针按揉50下，再逆时针按揉50下。这个力度呢也是自己去掌握，以自己感觉到舒适为度。那么按揉肚脐呢，可以调节我们肠道方面的问题，比如说经常肠鸣、腹胀、经常便秘，都可以通过按揉肚脐来得到调节，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的垃圾。第3个穴位是命门穴。命门穴的位置更好找了，它在我们与肚脐相对的我们后腰的位置上，跟肚脐呢是对应的。那么其实呢，它也是在我们第2腰椎棘突下。如果大家不会找腰椎位置的话，我们就记住与肚脐相对的这个位置就好了。命门穴我们需要用手掌来回的擦，把它擦热。睡前我们花3到5分钟的时间，用手掌来回的擦命门，擦3到5分钟，会感觉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向我们的后腰去渗透，非常的舒服，直到我们双肾的区域都感觉到热热的。那命门穴呢，它可以调节我们肾阴和肾阳。我们常说命门之火就是人体阳气，命门的火衰，那么我们肾阳不足，身体呢也就阳气衰弱，抵抗力差。好，那么擦命门呢，可能有的人肩膀不太好，会感觉到非常的累，非常的肩膀酸痛。我们可以请家人帮忙帮忙搓一搓命门，或者呢是我们双手交替，总之把命门这个区域搓热就可以了。第4个穴位是足三里穴。足三里也是我们强壮脾胃、补身体的一个大穴。有句话呢叫做常按足三里，胜吃老母鸡。那么鸡汤不能每天喝，但是呢，足三里穴我们可以经常按。足三里在我们的小腿上，小腿的外侧。在找足三里的时候，我们先要摸一摸膝盖下方的这个凹陷处，也就是外膝眼。外膝眼向下量4横指，同时呢，又距离我们小腿胫骨前缘，也就是这个比较明显的迎面骨，距离迎面骨1横指，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的位置。找到足三里之后，咱们可以左右腿同时用双手拇指进行按揉，左右腿同时按揉3到5分钟，
也可以呢，先按左腿，再按右腿啊，一边一边的来也是可以的。按揉足三里会有比较明显的酸胀感，我们稍微用点力。小腿上的穴位呢，咱们都稍微用点力，因为比较深一点。经常按揉足三里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功能，促进食物的消化，强壮脾胃，那么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所以呢，足三里也是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长寿穴。最后一个穴位是涌泉穴，涌泉穴在我们的脚底上，那么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。在取穴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脚掌弯曲一下，在脚掌弯曲之后，会出现一个凹陷处，这里呢大概就是涌泉穴的位置。其实呢，它也就是位于我们脚掌的前1/3，在这个点上啊，它没有在脚心上，在我们的脚掌靠上一点，这是涌泉穴的位置。涌泉，那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水如泉涌，它是我们足少阴肾经的常用的一个穴位，能够起到滋阴养肾、平息肝风，还能够调节腰膝酸软、走路无力这些问题。按揉涌泉穴，用拇指进行按揉，或者是双手进行推搓，或者是拍打涌泉穴都可以。方法比较多，目的是刺激到我们这个涌泉穴的位置就可以了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5个长寿穴，可以说呢从头到脚照顾到我们身体的肝肾、脾胃等等各方面的功能，适合于大多数人作为日常保健来使用。作为日常保养来说呢，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方法，也不是说必须要很大的运动量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，让自己身心感觉舒适的情况下，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坚持做，效果才会更好。那今天人体这5大长寿穴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呢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再留言给我，我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继续为大家解答。谢谢大家。